在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重大疾病中，有一种疾病如今的发展态势日趋严峻，那就是恶性肿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癌症。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每天约1万人确诊癌症。研发先进的肿瘤诊疗技术已经成为国内外医学界主攻的重大课题。说到肿瘤的治疗，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用传统的手术刀对它进行切除。但是现在呢，却有这样一种新型的方式，仅通过温度的变化就可以对肿瘤进行消融。那么这种方式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晚期肿瘤的患者是一个老年女性，原发性肝癌已经2年多了，现在病灶呢已经扩散了，它占据肝的大部分，病灶的范围呢明显超过5公分，在肝左叶、肝右叶都有很明显的病灶，因此呢，这么大的肿瘤负荷对于病人来讲，它的预后是比较差的。这里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手术室，一场特殊的肝部肿瘤消融手术即将开始。在这场手术的过程中，不会使用到传统的手术刀，也不需要对患处进行开刀或缝合。经过特许，求诊记者得以进入手术室，见证和记录这场手术的全过程。这个就是冷冻消融的那个消融针。那像一会儿插入病人身体中的是哪一部分呢？就是这部分，这个针嘛，可以看到前面是尖的，这样。大概刺穿深度呢？深度的话，这个我们要根据 CT 的那个定位，这个没有固定的，如果看跟肿瘤的部位有关系啊。好了，注意听我说啊，憋住一口气，憋住啊，憋住不动。好，放松啊，轻轻喘气，放松。这场特殊手术得以实施的关键就在于眼前这一台设备。大家看，设备侧面外接出一根软管，软管前端是一根最细、直径只有2毫米的消融探针。经皮肤体表插入到肿瘤部位后，医生在电子显示屏上进行操控，消融探针便会产生低温或者高温。现在这根消融针在我们的病患体内呢，其实经过了30秒时间，已经是降到了这个10度左右。它这个机器工作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个针的尖端这个部分可以结冰啊。如果时间足够长的话，它可以冻成一个冰球，针周围的这个肿瘤组织呢，就可以被这个冰冻给破坏掉。那其实现在，在冷冻过程中，我们的病患是否能够感知到这个冷冻的过程？其实不是太明显。这个冷冻和低温的话，可能就是咱们这种感觉神经啊、疼痛这种神经，可能也同时也就麻痹掉了。这样手术开始之前，患者体内肿瘤的大小和部位以及手术方案就都已经确定了。每隔一段时间，医生通过 CT 设备观测患者肿瘤部位治疗的最新情况。而被局部麻醉的患者一直是保持清醒状态的。那我们这个康柏刀，它与这个传统手术比起来，它有什么不同呢？这首先这个的话算是一个微创治疗啊，传统手术的话，因为要开刀也要开放的啊，而且这一般像这种情况呢，传统手术就是像这么大的病灶或者这个位置的话，已经没有办法做了，它就没有手术指征了啊，所以说这个的话呢，相对来说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创伤小啊，这样病人恢复快，然后同时也能对这个肿瘤起到这个破坏的作用啊，而且我们这个治疗也是可以重复的啊。那么这种新型手术的疗效到底怎样呢？如果仅仅是像这样在肿瘤处产生高低温的变化，它又是如何消除肿瘤的呢？此时手术还在继续进行当中，为了解手术设备的更多情况，我们决定前往它的研发单位一探究竟。这款设备名为康柏刀，是由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科学家们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自主研发的世界上首台集高低温消融治疗功能于一体的腹式肿瘤微创治疗系统。
老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手术上看到的那个工具吗？没错，这样一台机器呢，它是由硬件系统，然后软件控制系统、显示系统以及这个集成在一体的这个探针所组成的。我们接下来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这个离体的明胶组织的实验来，看一下这台设备的真正的性能。在实际的手术过程当中呢，这个插针的深度是根据这个病人把病灶的部位和位置所决定的。在我们这次的实验当中呢，为了更好的演示的效果，我们大约会插到7到8厘米的深度。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这个模拟试验吧。刚刚启动，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这个探针的前部是形成了一小薄层的，应该是冰霜。对。其实我看到现在应该是机器已经运行了将近2分钟的时间吧，这个冰球已经是沿着我们这个探针的底部，然后呢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冰棒的形状。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探针呢，除了针尖部位之外呢，其他的部位是一点点这个冰霜的形成都没有。大家看，仅只过了3分钟，消融探针的针尖在凝胶里就形成了一个冰球，而这与在进行肿瘤治疗时的情形是差不多的。冷冻持续时间越长，冰球会越大。哇，简直太神奇了！才短短5分钟的时间，在我们这么细的一个探针上就已经结了这么大的一个冰球。那么我们在选择试验材料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明胶呢？其实明胶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人体体膜的材料。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明胶它的这个透明性，所以在刚才实验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冰球整个从无到有，然后逐步变大的一个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呢，明胶它的导热系数和人体组织非常相似，所以也就是说，它所形成的这个冰球的直径的大小和我们载体的通过人体组织所测试的这个结果呢，也会比较相似。其实我发现这个冰球只在探针的尖端部位产生了这个冰球，它的这个冷啊，它只在这个尖端的地方去进行释放。那么其他的部位呢，为了保护这个正常的组织不被破坏，它其他的部位其实是做了一个高真空的一个处理。那么在尖端之上的这个部位呢，它的这个隔热的措施是做得特别好的。能达到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以及能快速加热到80摄氏度的无水酒精，是康博刀使用的工作介质。工作介质可以分别通过包裹在软管内的毛细管，在专业人员的操控下，依次到达消融探针尖端，释放高强度冷量或者热量。接下来，专家用一块猪肝来模拟肝部肿瘤手术的过程，您就看得更明白了。那我们现在就实验开始了。这一块呢还是我们的这个冷冻区域，因为这个猪肝的这个厚度它没有那么深，所以我们就是留了一部分的这个冷冻区域在外面。但是现在也可以看出来，在这个猪肝的表面啊，这个形成的这个冰球区域已经开始在慢慢扩大了。当这个低温手术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呢，这个消融的区域也已经足够大了。我们接着来进行一个高温热消融的一个过程。我们这套设备呢，它其实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它是通过一根这个微创的探针，同时集成了这个冷冻和加热。又再一次明显看到刚才这个冰晶也唰的一下就没有了，瞬间融化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很明显的观察到，在这个探针的周围出现了一个红色圆圈。最中间这个探针的这个附近呢，又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区域。那么这个白色的区域呢，是代表着这个组织一个变性的区域。我们将这个探针从猪肝组织当中把它移除。接下来我们要把这块经过这个冰火两重天的这块猪肝的组织把它切开，看看它这个断面的这个组织的性状的变化。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断面上面看到，刚刚这个插针部位它周围这个组织的一个变化的情况，有一个蛋白组织的变性。其实，康柏刀的手术原理并非直接把患者肝部肿瘤切除，而是让进入到肿瘤内的消融探针在零下196摄氏度和80摄氏度的极端低温和高温之间进行切换。一会儿能冷冻冰球对瘤体包围杀伤，一会儿能高强度加热对瘤体实施杀灭。经过1个月左右的时间，肿瘤就会彻底坏死。此时，正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进行的肝癌手术也已经进入尾声，患者身体状况稳定。我们的患者在做完这个手术之后，会有一个怎样的一个康复过程呢？术后的话，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治疗，回去就是我们要监护，监测病人的这个生命体征，这样。按正常来讲，我们做完手术可能观察1-2天，如果病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能就可以出院了。4到6周，1个月到1个半月的时间，我们要复查一下，还是要复查 CT。目前，康柏刀已经在全国20多家医院临床使用，治疗了数千例肿瘤患者。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升级，人类对于肿瘤的治疗也将变得更加简便高效。